享受他们的特色风味餐呢，你不但可以吃到最新鲜、在地、安全的高冷蔬菜，而且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们充分应用他们的农特产品，把包括了花卉、水果或是茶叶，都跟菜色做一些创意的结合，所以你就可以吃到很多这些在平地平常吃不到的特色菜色。而在这些菜色当中呢，前面这一盘很像艺术品的首推，这个玉菜卷啊，它其实跟苹果做结合，所以啊，跟我们一般的高丽菜卷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是做成冷盘，所以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一道。好甜哦！其实啊，它高丽菜卷里面包的不只是苹果，它还有包其他，包括红萝卜，还有蟹肉卷。可是那个苹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它会自然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他们下面其实有用果醋去做一些的调味，所以你吃到了这个高丽菜它的甜美，然后也吃到了苹果的甜美，然后那个果醋很提味。那一般你会觉得说果醋会是比较酸的，是不是会让整个菜色的部分都被那个醋的味道盖过去？但不会，因为它准备的这个果醋其实真的就是甜美的滋味非常的浓郁，所以吃下去之后，每一道这个里面包的食材啊，它的甜美滋味都有散发出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不但内馅食材相当香甜，而且高丽菜本身也非常非常的脆，这就是在地食材厉害的地方。而接下来这道3英子排，油亮多汁的模样也好诱人哦。上面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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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呢，其实很特别，它是樱花的果实。它把樱花的果实拿去做腌制之后，当然自然的就会散发出很多的果汁，然后再把这个汁液还有这个樱花的果实拿起来跟排骨一起做料理。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啊，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色泽在上面，感觉油亮油亮的。这不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油哦，是腌制出来本身的那个很香浓的果实的汁液。我觉得这道料理啊，它其实几乎不用加什么太多的调味，就非常好吃哎。因为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那种有点像果香，又有点像花香，真的是你吃进去闻得到樱花的香气。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上面这个汁液啊，完全不是说去用很多的油或者是很多的酱油把它整个叠上去，不是，它本身就是那个很像花枝花艺的感觉，裹在整个排骨上面，然后就觉得好甜好芳香哦。另外啊，因为子排它的肉质其实非常非常的嫩，因为那个汁液它把肉汁也都锁在里面，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又芳香，然后呢，本身肉的味道又相当的鲜甜，整个就好搭的感觉哦。不止水果、花卉，知名的武陵茶也与鲜甜的虾球做结合，让海鲜味中又多了点清爽的气息。加了腌制梅的梅子原蹄，更因为梅子微酸微甜的口感，让原蹄一点油腻感都没有。这样的特色餐让人感觉好舒活。在武陵农场的生态路线，除了北谷园区非常精彩之外，南谷园区也相当丰富。尤其呢，南谷园区有很多条步道，很值得慢慢的散步，慢慢的探索。不管你是要在这里沐浴阳光之下，或是谈情说爱，都超级适合的。今天要跟我一起漫游松林大道的是我们的谢老师，老师好。老师，我们现在要开始走这个松林大道，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南谷园区非常漂亮的一个步道，很多人都来这里散步吼。对，这个地方哦，真的蛮多的景点呢。就举例来说哈，刚好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有个隐藏版的景点，是普通来的人都没看到的。隐藏版的景点，对，什么样的隐藏版景点？现在我们来看看哈。在我的右手边哦，你现在看看哦，这边呢有一个石头，石头上面醒狮园，对，旁边署名蜀郡张大千，是那一位张大千吗？对，这个话说民国66年的时候，受武陵农场之邀啊，他就来这边看一看要给一些意见呐。当他来到武陵农场以后，他就说：哇，
这边好像我家乡的醒狮园哦。于是呢，他就说他要提一个字叫醒狮园哦，送给武陵农场。送给武陵农场。可是呢，那个时候民国66年的年初的时候，刚好我们先总统蒋公啊，在64年啊过世。那整个武陵农场，您了解哦，那些呢在这边开垦的都是当时的退除役军官，所以呢，当我们蒋公过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悲痛。他呢，为了呢让这些的军官呢振奋人心啊，他在提这个字的时候啊，就少了一个全字啊。难怪不是大师写错字，这个醒狮园的狮不是狮子的狮，应该是指军师，应该是指军师的意思。大师提了字之后，当时的武陵厂员们也非常有效率，很快就着手打造一座狮子雕像，并且在隔年就完工。走在松林大道时，别忘了找找这尊狮像，还有藏在树下的大师题字石碑哦。其实才刚踏进这个松林大道，就有一种阴凉的感觉，非常舒服。不过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耶，我们走的是松林大道，为什么走进来旁边却都是竹林，不是松树啊？对，而且这是一大片的桂竹林。对呀。好，这个我来听你解说啊。这个松林大道，你看哦，耸入云霄的这个呢，是我们台湾二叶松啊，这一棵，哎，这一棵，哎，这棵都是台湾二叶松。然后左右两旁矮矮的是梅，那我们常常说松竹梅，岁寒三友，岁寒三友，对。所以呢，张大千那个时候来到了武陵农场，就说，哎，为什么有松有梅，独缺竹？对。然后武陵农场呢，这些军官们实在是效率很好。马上就盖了这一片的竹林啊！哎，还有那边也有一些的竹林，要让岁寒三友齐聚一场啦，不然就像我们打麻将的时候一样，梅兰竹少一个菊也会觉得很奇怪。对，是为了要凑数，松竹梅，所以就盖了一个竹林。哎，老师，那刚刚我们讲说这一棵是二叶松。其实二叶松啊，它的生长范围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它长在高海拔的地方，可是其实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空间是很大的，低海拔也可以长，高海拔也可以长。对，是没错。这个二叶松，这刚好是二叶松出生的时候，这个是我刚才从地上捡上来的，掉到地上后还是2根叶紧紧绑在一起，所以呢，网络上呢就有4句话：劝君莫赠玫瑰花，花开花谢总纷飞。劝君赠我二叶松，从此生死两相依。哇，爱情的见证，感觉整个琼瑶的情节要跑出来了。有岁寒三友相伴，有浪漫的二叶松遮影，在松林大道上，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放慢了脚步。步道虽然只有短短300公尺，却丰富舒畅的让人流连忘返。老师，我觉得走在这个松林大道里面啊，感觉好像除了生态课之外，还在上国文课。刚醒狮园的狮那个字也有含义，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我不认得的字，这个花。呆呆的意思吗？是指这个花生长速度很慢，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叫它呆呆花啊？对，我也习惯叫它呆呆花啊。那这个原因啊，应该是在讲我们中国哈，在早期的时候在黄河流域，那他们发觉有一种花呢，跟杏花长得几乎是雷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花呢？所以商量的结果，因为它长得极端的像杏花，就像这样子好了。那杏是木口嘛，对，那我们就把它颠过来，变成口木啊，就变呆了，就变一个呆字。那我看文献，寓极多，故用复数啊，就变成呆呆花。那我就不晓得是因为很多的花，还是很多的呆子，我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呆呆2个字就应该是梅花的古字了。所以其实梅花它别名可以叫它呆呆花。那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梅花梅花就可以唱呆呆花呆呆花，这样子是这样同样的意思。这样好像不太好，是有入我们的国花。虽然把梅花称为呆呆花，似乎有点失礼。不过也颇有亲切的感觉呢。而顺着松林大道的梅园区往前一直走到底，便是蒋公行馆。一度不对外开放的行馆，现在透过导览路线的安排，又能一窥内部陈设了。
哇，这里算是武陵农场小小的私房秘境，因为来了很多次，其实都没有走进蒋公行馆里面。在这行馆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有请彪哥来跟我们分享。彪哥好。好，问题好。彪哥，像这样子，这个蒋公行馆，蒋公来过很多次吗？他总共有记录的是5次。那算蛮多的，因为其实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行馆也好，别馆也好，蒋公不一定有去过那么多次哎。对，其实他来这里最主要是来探视这里的场员，就是我们农场开垦安置的一些农民。对，那也是要他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才愿意常来。因为这个地方过去它其实是一个原始的状态。那在民国48年，为了开这个中永公路宜兰支线，要提供给这些植入工人的一些膳食，所以说找了这一块地。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它为什么叫武陵了哈。刚开始是沿着那个大甲溪向上来找，要找这块地。那来到我们的迎宾桥武陵胜景那个地方对，其实它河床里面都是岩层都很就是不容易穿越的感受。那来到那里就过不去。那本来要打道回府那个环山部落的酋长就说：“你就涉水过去，就有一块腹地很大的地方。”那真的过来就哇，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那就通报我们当时的那个主任委员顾总统金国先生，那他亲自来踏勘，发现说，这个地方跟他故乡的武陵非常像，所以就把这里命名为武陵农垦区。这是48年的时候的一个典故。那之后，在52年就正式成立农场。可能大家不知道，这栋大楼外围是用石头砌的。现在行馆这个对，是石头砌的，因为早期资源很缺乏，就就地取材。所以这里都是用就地的一些材料来建的。那因为这些农民在这里很辛苦，所以蒋公他也就一段时间就来探视一下，慰劳，然后也鼓励，那也造就了今天武陵的盛景。蒋公行馆的内部空间比想象中简朴许多，不走奢华路线，反倒十分居家温馨。不止蒋公，顾总统金国先生也曾经一起造访武陵农场，当然夫人也每次都同行。行馆中许多风雅的摆设、字画，就都是夫人的喜好呢。这个区域跟位置算是蒋公在行馆里面的临时书房，是。但是在这里也处理了很多国家大事，应该有吧？所以他的桌子啦、椅子也都是蒋公当初真的在这边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在这里在处理一些公务的情境那现在柜子里面就是当时他在这里所用过的一些文房就是一些笔啦、砚啦等等的。批公文就是用这一些了，对不对？然后书房旁边这就是卧室对，这里有2间卧室。你要不要猜猜看，哪一间是夫人，哪一间是蒋公住的？所以2间卧室他们是分开睡的。对，为什么要分开睡？因为2个人的作息不太一样。对，也是，而且有时候可能蒋公比较忙到比较可能要比较早起之类的，互相不影响。哪一间是夫人，哪一间是蒋公？我看一下，这间比较简单，就是一张床、一张椅子。另外这一间，这间比较大，有贵妃椅。我觉得应该这一间，我觉得应该这一间是夫人吧，对不对？因为你要不要再看看你？还要再看看，感觉好像是我猜错的感觉我知道了，这一间有梳妆台，对这一间是夫人的，因为我刚刚原本想说蒋公应该爱妻心切，要把比较大间的留给太太，所以有梳妆台是夫人的，是，然后那间是蒋公的。可是蒋公有坐贵妃椅的习惯吗？因为这里空间比较窄，所以我摆起来会觉得很狭隘，所以我们把它移到那边，所以让你误判。但最早的时候，其实贵妃椅真的是属于夫人的，哇，好有趣的。所以呢，你如果自己来行馆里面看，看到2间卧室，你也是可以观察一下，到底谁住的是哪一间。除了馆内空间耐人寻味，行馆外的环境也相当清幽。
漫步一圈绝对是很舒服的享受。